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鬼故事的世界赞助播出，在这里可以免费看我写的小说哟。对于一个外星爱好者而言，飞碟目击事件、第三类接触事件自然是听过不少，但倘若说外星人早已降临地球，而且残忍屠杀了一批牛做实验，你相信吗？本期老阴斗鬼故事就带大家一起走进最为神秘的外星人第三类接触屠牛事件。屠牛事件大部分都发生在美国阿肯色州、俄克拉荷马州以及密苏里州，最早发现于1967年，但真正引起重视的是在2004年朱尔延斯农场屠牛事件。据说在2004年8月25日这天早晨，早起放牛的牧民们在朱尔延斯农场里发现了一头死去的母牛。放在平日里，偶尔有1-2头牛意外死去也属于正常现象，但令牧民们不解的是，这头母牛的死状却有些奇怪，它的舌头、乳房以及一只眼睛竟然被挖走了，伤口非常整齐，不像是动物所致。更为诡异的是，伤口的位置变得极为坚硬，甚至用小刀都割不开，像是发生了异变似的，而且牧民也没有在周围发现任何血迹，这很显然不是正常死亡。那究竟是什么东西所致呢？牧民们百思不得其解。为了弄清楚这件事，农场主找到了林达豪，因为林达豪是美国对于屠牛事件最为权威的学者，25年里研究了近1000起屠牛事件，还出版过几本有关屠牛事件的书籍。这些丰富的经验让他知道应该寻找什么样的线索，以及如何获得了解屠牛真相的证据。林达豪在收到农场主们的邀请后，立即前往位于法纳姆的朱尔延斯农场，开始研究牛的离奇死因。后来根据林达豪回忆，可能是路程太远，间隔时间太久了，当他到达农场后，牛已经开始腐烂长蛆了，没法从他身上获得关键性的线索。单看伤口的形状，绝对不是食肉动物和人类所为。不想无功而返的林达豪只好在附近采集一些土地和植物的标本，送到实验室进行分析对比，看看是否能够有所突破。没想到这次的意外之举却有了令人惊喜的结果。经过试验分析后，赫然发现死牛附近区域的土壤和植物竟然都发生了异变。例如，土壤被检测出了强磁性物质，植物的叶绿体和线粒体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远离死牛附近区域的土壤和植物则一切正常。这似乎意味着死牛附近的位置曾接受过高强大磁场的笼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为了弄明白这些问题，林达豪又进行更长时间的实地考察。经过反复的对比和研究，林达豪发现了所有屠牛事件附近的土壤和植物都发生过异变。加之这些屠牛事件很多是同时发生的，而且分散在世界各地，显然不可能是人力所为，所以林达豪大胆猜测，这可能是外星人所为。这些外星人不仅研究人类，还研究地球的动植物。他们先将牛抓进飞船进行外科手术后，再将牛抛回地面，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屠牛事件中种种怪异的现象。此外，当地的一些牧民也证实了这个猜测，因为往往在屠牛事件附近，总会有居民都听见了类似飞机一样的噪音，甚至有些居民还看到了奇怪的亮光。他们有人说，看到死牛从天空中一个发光的圆盘里坠向地面。1979年3月14日，新墨西哥州参议员、前阿波罗号宇航员哈里斯·施密特声称，他所在州发生大规模屠牛事件，要求联邦调查局介入调查。于是当年5月，将屠牛事件进行立项，由当时已经退休的肯尼斯·隆梅尔警官负责调查。经过1年的研究后，隆梅尔提交了他的最终报告，上面写道：经过慎重权衡和分析所有迹象，我的结论是，大规模屠牛事件是食肉动物与食腐动物所为。但是，当时人们却对调查局的解释不以为意，几乎所有的美国媒体都在猜测是什么神秘力量威胁着这片草原上的牲畜们呢？于是，屠牛事件从一个乡村神话变成报纸的头版头条，新闻报道将屠牛这个短语收入词典。对此，
林大豪的看法也是如此，他无法同意政府的解释，因为屠牛事件中死牛的伤口很明显就不是动物造成的，但如果是人为的话，那么制造这次事件的原因何在？难道仅仅只是一场恶作剧吗？如果说这是某些宗教偷偷地进行的一种祭祀，那为什么只针对牛呢？而且为什么屠牛事件发生的区域会有植物和土壤的变化呢？他认为只有从外星人身上才可以找到这一系列的屠牛事件的答案，但这些终归只是猜测而已。直到今天，林大豪的观点也没有得到主流科学家的认可，他们认为林大豪提出的外星人屠牛行为只是一个站不住脚的假想，因为不仅外星生命的存在是个尚待证实的问题，就连林大豪所统计出的外星人屠牛数量都没有可以令公众信服的证据。目前屠牛事件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可能性，可能是失败的军事演习，还有可能是犯罪团伙的特殊癖好。总之，屠牛事件的神秘面纱仍旧等待人们去揭晓。对此，你又是怎么看的呢？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观点，与大家一起文明交流。最后，对屠牛事件视频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老烟斗，注意是拼音老烟斗，回复屠牛获取相关资料。好了，本期老烟斗鬼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咱们下期不见不散。